是罗伯特·奥姆斯特德先生吗？我是鬼力幻谈杂志社的记者，先前约了在今天采访。是你啊，请进吧。请跟我来，就坐这儿吧。想喝点什么？这里有茶、咖啡，还有点私酿。啊，不必了，不必了，白水就好。麻烦您了，谢谢。奥姆斯特德先生，容我再向您确认一下，在1927年的秋天，您的确前往过因斯茅斯。是的，我想我已经在写给你们的信中讲得很清楚了。抱歉，因为政府信息封锁做的实在太严密了，我们知道的只有一些坊间的传言，比如说警察和军队突袭因斯茅斯，逮捕了大量当地民众。此外，还有一些小道消息称海军在因斯茅斯附近进行了鱼雷实验。所以当您联系我们时，我们除了喜悦外，也有自己的担心。尽管我们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学生报刊，但毕竟希望对读者负责。孩子，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打消你的顾虑，但我想你可以在听完我的故事之后自己再做评断。抱歉，那您请说吧。当时我正在游览新英格兰，庆祝自己的成年，顺便寻访自己家族的血脉。我的原计划是从纽波里波特那个古老的城市直接前往我母亲家族所在的阿卡姆市。我没有自己的汽车，只能一路搭乘着火车、电车和公共汽车，找寻着最省钱的路线。那时我根本还不知道因斯茅斯这个地名，直到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售票员为我提出了其他人都没有提到过的方案。欢迎收听半日谈剧社为您带来的广播剧《因斯茅斯小镇的阴影》。本剧改编自洛夫克拉夫特的同名小说，并对剧情与人物进行了一定修改。第一集，初闻因斯茅斯。小伙子，要我说，你要是坐不起蒸汽火车的话，不如去试试那趟旧班车。旧班车？您指的是哪一班啊？我在公交站那儿似乎没有见到通往阿卡姆的班次。那趟车啊，不是公司运营的，是条私家的线路。他每天早上10点和晚上8点从广场发车，那就在那边那个药店的门口。票价是真的便宜，但那车也是真破，烂的就像是刚从2万米深的海底给捞上来的一样，能把你的脑浆都给颠晕了。不过呀，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一样四处去旅游，没少受过这种苦，所以我看你也能顶得住。路上苦一些没事，票价便宜就行。是从纽波里波特直达阿卡姆吗？不是，要不然啊，这条线路的生意也不会那么惨淡。我就没在那车上见到过超过3个活人，估计从阿卡姆回来的那趟也是这样。那是因为绕了不少远路吗？倒也没有，中间就有一站是到一个镇子上去。不过呀，你可能也听说过那地方，因斯茅斯。因斯茅斯？对，就是那个鬼地方。附近的居民宁可花大价钱坐蒸汽火车，也不愿光顾这趟班车。我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还能经营得下去？也许是因为足够的便宜吧。一般只有印斯茅斯本地人才会光顾他的生意，经营这条线路的也就是个印斯茅斯人，叫乔萨金特。原来如此啊！但是先生，我这地图上似乎没有这个镇子，您能不能帮忙大致在地图上指一下？我看看啊，应该，在这儿，马努克塞特河的入海口。你居然真的没听说过印斯茅斯？是啊，先生，我前2天才到纽波里波特，还没来得及了解本地的情况。您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镇子吗？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我在这火车站少说也干了得有10多年了，对各种的传言呐、小道消息啥的摸得比谁都清楚，而且也没有本地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只是吧，你看我在这个站台上，站了也有大半天了，浑身上下都不太得劲儿。我刚才看你兜里好像揣了包烟，能不能，给我来一根儿，让我清醒清醒，也好给你讲讲这故事。好吧，先生，这都让你看见了，给你。这就对了。舒服了。我想想啊，那儿是个古怪的小镇，曾经繁荣的像座城市一样。在1812年战争前，还是个相当忙碌的港口。但在过去的100年里，印斯茅斯彻底垮掉了。现在没有火车经过那儿，波门铁路根本不考虑那个方向，从罗利去的列车也已经停开很久了。甚至说，你看，你在你这个新版的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标记。我猜现在那镇上空置的房屋比活人都要多。除了捕鱼和捞虾，那儿完全没有值得一提的产业。镇民们都来这儿，来阿卡姆，或者去伊普斯维奇买东西。不过说来也奇怪了，就算在淡季，印斯茅斯的鱼汛也总是那么好，而其他地方甚至什么东西都捕不到。但你翻回来又想，这年头靠捕鱼又能赚几个钱，对不对？曾经的工坊基本上都歇业了，现在只有一家黄金精炼厂还在那儿苟延残喘着。黄金精炼厂？这镇子附近是有矿，还是说能从海路搞来黄金？据我所知，矿井肯定是没有的。但要说这工厂的黄金是哪来的，那传闻可就多了去了。你去外边街上问问，少说本地人能给你5种不一样的回答，什么走私啦、赃物啦，还有什么恶魔啦，但反正不会是什么正经的营生。说到底，还是因为工厂的厂主马什一家子恶名在外，甚至印斯茅斯的臭名声跟这一家人也脱不了干系。先生，这马什家是什么来头啊？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还得从100来年前现任厂长的爷爷辈说起。那位叫奥贝德·马什，是印斯茅斯当年最富的船主。听说上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他手下还有整整3条跑远洋的海船。你也知道，1812那场仗之后，整个新英格兰各行各业都不景气，被打击最严重的就是他们海运业。年轻的水手死的死，伤的伤，不少人家的船也被沉了。天知道奥贝德的那3条船是怎么活下来的。总之，靠着这3条船的经营，他积累了不少财富，
才开了那家精炼厂。之后呢，那工厂成了印斯茅斯唯一的工业，他本人也就成了印斯茅斯最有分量的人之一。听上去混得还不错啊，但他是干了什么事儿把自己的名声败成这样？就因为他是萧条年代唯一的暴发户。这个嘛，小伙子，你可别把这附近人对他的评价太当真了。他们都很虔诚、淳朴，但也都很古板。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认定了的事儿就绝不松口。他们传马石船长的传闻，可能传了得有小100年了吧。当初可能没这么严重，但现在呀，越传越邪乎。说什么马石船长和恶魔做了交易，把小魔鬼带出地狱，带到印斯茅斯来生活了。还听有人说4、5年前后的时候，有人在码头地区真就撞见了他们搞的恶魔崇拜的什么邪教仪式。不过我这个佛蒙特人可是不会相信他们这种可笑的传言。邪教？您能详细说说吗？我对人类学还是蛮有兴趣的。这些事儿都过了太久，现在已经没人知道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估摸着是船长当年随船带回来的那些土人不太安分，多半是信奉了南海某个岛上的土著图腾。指不定哪天他们围着火堆跳大神的时候被人撞见了，后来越传越离谱。不过我听说马石一家子似乎跟这些土人的关系确实不一般。老船长的孙子，也就是现在的工厂主巴拿巴马石，似乎就是他爹和一个南海的女人生的。这么说，这些南海人都在印斯茅斯定居下来，而且和当地人通婚了？可不是嘛，估计这附近居民对印斯茅斯的厌恶里肯定少不了种族歧视的部分。就当年巴拿巴马什要娶一个伊普斯维奇镇上的姑娘，闹得那叫一个沸沸扬扬。怎么，姑娘不愿意？姑娘倒还好说，是她的家里人差点没把那个巴拿巴一枪给毙了。不过我也不会苛责他们，毕竟我自己也很讨厌印斯茅斯人。如果要把我女儿嫁过去，我可能一样也得疯了。毕竟他们确实有些太古怪了。是因为他们的长相让人看不顺眼吗？何止是不顺眼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等你登上萨金特那趟班车，真正看到那些印斯茅斯来的人，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些人脖子两侧都是些褶子呀、皱皮呀什么的，而且年纪轻轻，他们的头发就都掉光了，越老越皱巴，越难看。听上去像是一种皮肤病，或者是什么水肿一类的。可不只是皮肤的问题啊，他们的脑袋也窄得奇怪，鼻梁扁平，眼睛尤其是眼睛是最恶心的部分。他们的眼睛从眼眶里鼓出来，水汪汪直勾勾的那么盯着你，就像是永远都不会闭上那样。那听上去确实令人犯恶心。而且他们似乎年纪越大，这些毛病就越明显。我都没见过他们那儿真正的老人，估计一照镜子就能把自己给愁死了。就我们之前提的那个马什家现任的当家巴拿巴马什，听说近几年也没在公共场合露过面，大概也就是丑得不好意思出门了。他的几个年轻的儿女倒是看着没什么太大的异常，但再过几年，谁也说不好他们会变成啥样。我觉得吧，这可能是某种地区性的遗传缺陷，
可能人长到一定岁数就会诱发畸形和病变。你说没见过那里的老人，也有可能是这种病导致的短寿。之前州政府没有派卫生部门去那里考察过吗？哎呀，没有人愿意去这么个鬼地方当差。听说不止一次有生意人和政府官员在那儿失踪，还听人说有个人去过之后就疯了，现在还关在丹佛斯的精神病院里头呢。哎呀，你可千万别以为他们单单只是丑了点儿。46年那场瘟疫过后，那儿估计就剩不下几个正常人了。等等，瘟疫？哎呀，忘了跟你说了，1846年那儿爆发了一场大瘟疫，带走了镇上小半的人口。但当时因为消息闭塞，印斯茅斯又和周边的城镇隔了一大片沼泽，外边的人一直没搞清楚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总之啊，这场劫难可能消灭了印斯茅斯本地最像样的那些血脉。现在他们成了一群特别可疑的人，用南方佬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白种垃圾，无法无天，奸诈狡猾，天天也不干些正经的营生。我突然有个想法，你说会不会那场瘟疫就是那些个南海人带来的？他们呢，自己倒是有耐受度，但是本地人就遭了殃。在那之后，因为长时间呢也没有和周边地区有通婚，所以现在那儿的人都是这些带着南海血统的人近亲结合的后代。之前说的畸形，可能也就是这种不结婚姻的产物。你这么一讲，似乎就全都说得通了。哎呀，果然呐，受过教育的人看我们这些乡巴佬的谣言就跟看笑话似的。但不管怎么说啊，无论有没有谣言里说的那些灵异古怪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在印斯茅斯过夜。你最好啊，还是先在我们这儿的基督教青年会住一晚，然后搭早上10点的班车去印斯茅斯，再跟着8点的晚班车直接去到阿卡姆。千万别在当地久留，他们那儿只有一家旅店，叫吉尔曼客栈，那儿可算不上是什么好去处。是因为那个旅馆太糟糕，还是单纯因为他在印斯茅斯镇上？哎呀，都是的。就前2年有个工厂检查员在那儿住过，他对那儿的评价是简直糟糕透了。他说那儿住着一群奇怪的人，他听见其他房间里有人说话，聊了一整夜。一开始他觉得那些人说的是外国话，听上去就够令人不安的了。但真正吓到他的是一个偶尔开口的嗓音，像是液体喷溅的声响。他说正常的人类绝对不可能用声带能发得出那种声音。他甚至都不敢脱衣服睡觉，而是在那儿愣坐了一整晚。天一亮，立刻就夺门而出了。不过吧，倒也不是咱们笑话他。这小伙子怕不是被恶魔的传言给吓傻了。你说，愣是能把吐痰的声音给说得这么邪乎。又或许是把水管一类的声音当成人声了吧？毕竟许多幻觉就是在潜意识影响中产生的。也许吧，但他呀也真是吓得够呛。可怜的凯西。之后呢，他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算是找到了马石的精炼厂。那是个古老的作坊，就位于河流的下游。厂子的账记得很糟糕，没有任何交易明细。像我之前说的，马石家黄金的来路一直它就是个谜。我记得你之前说本地对他们的黄金来历有不少说法。对，靠谱一点的说法呢是说马石船长当年在南海做生意的时候，从什么野蛮人的港口换来的这些黄金。据说他们还换回来了一种古怪的外国珠宝，水手们偶尔就会私下里偷偷出售它。
也有人看到马什家的女人也带过这些珠宝，尤其是因为她经常成批的订购些玻璃珠啊、小亮片啊啥的，就是远洋船员会拿去和土人交易的那种。但说来也怪了，内战之后，印斯茅斯连一艘像样的大船都没出海过，但马什家的人还是一直的在买着这些玻璃和橡胶做的便宜货。可能是他们自己受用的，毕竟近亲结合的产物总是有些劣化。但按这种说法，他那工厂应该已经断了原料很多年，早该歇业了呀。关于黄金靠谱的说法是这样，那不靠谱的说法呢？是不是又跟土人的恶魔崇拜有关？对，是说呀，他们那儿近海有一块黑色礁石，老人们都叫它恶魔礁。当年海运鼎盛的时候，水手们宁愿兜大圈绕远路，也不愿意靠近它。据说呀，在那儿能看到一整群的恶魔，要么懒洋洋的在礁石顶上躺着，要么就在礁石的那些洞穴里头进进出出的。而老船长呢，就会趁着夜里潮低的时候登上那块石头，去和恶魔做交易。不过我看呢，就算那船长真的去过，估计也就是去找海盗的宝藏了。还有这种说法？有，信的人还不少呢。人们都说那块礁石的结构特殊，有很多空洞，而且潮位高的时候也不会全被淹没，特别适合藏些海盗的玩意儿。如果是这样，那肯定是笔巨大的财富，说不定背后还有像金银岛那样的故事呢。嘿呦，看你这满脸兴奋的样子啊！你可千万别因为咱们聊着开心，就对印斯茅斯充满了好奇，想去那儿到处走走看看。我可还是那句话啊，无论那地方住的是恶魔的后裔，还是你说的近亲产下的畸形，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对外来者可向来不太友好。你要是到了那儿望东望西，没人能够保证你的安全。我建议你去了那儿就赶快乖乖的找个亮堂的地方坐那儿休息，等晚班车一来马上就撤。像你这么优秀的年轻人，我可不想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看到你缺胳膊少腿儿。售票员的这些描述已经足够让我打退堂鼓了。到底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去到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怪异小镇呢？我当时几乎没有犹豫。这种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小镇，对年轻的我来说太富吸引力了。更何况，售票员的话让我觉得这个镇子充满了民俗学和人种学的研究素材，值得我前去一探究竟。而且，离开火车站后，我尝试从本地人嘴里撬出一点信息来，但他们似乎始终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沉默，好像一个人如果对印斯茅斯感兴趣，就肯定不太对劲。这种氛围更加深了我对这个神秘小镇的好奇心。那您是按照售票员的计划，先在纽波里波特过的夜吗？对，在去往青年会前，我先在图书馆泡了大半个晚上，查阅了埃塞克斯郡史里有关印斯茅斯的内容，但结果令我失望。只提到小镇建于1643年，19世纪初还是个繁荣的海港，后来又以河流为动力，形成了一个小型工业中心，但却对1846年的瘟疫和小镇衰败的前因后果避而不谈，甚至都不如售票员描述的详细。是，有时候官方的文件确实不如拜官野史来的鲜活。我们杂志在收集各地怪谈的时候深有体会。但有一条简略的批注吸引了我的注意，它指向那些被怀疑是马什家黄金来源的怪异珠宝，
这些珠宝给整个学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阿卡姆的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和纽波里波特历史协会都收藏了样本。尽管描述写得枯燥死板，但却让我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违和感。我拜托图书馆联系了历史协会的管理员安娜·蒂尔顿女士，所幸时间还不算晚的失礼。这位年长而和蔼的女士带我走进了已经闭馆的陈列室，随着灯光次第打开，那顶来自异域的怪异珠宝便绽放在我眼前，在灯下闪闪发光。就是这儿了，您可以看到这件冕冠的奇妙之处。它前部较高，周径宽阔，形状奇特，似乎是为了椭圆形的头颅而设计的。更奇特的是它的材质，是以黄金为主，但又混杂了某些难以辨别的金属，使得整体散发着不同寻常的浅色光泽。上面的这些图案，这都是哪里的纹样？哦，很抱歉，我们对这件饰品了解的也不多，只知道1873年，一名醉醺醺的印斯茅斯人用低价把它抵押给了外地一家当铺。不幸的是，他随后便在街头械斗中被杀。协会当即便从当铺老板那儿盘下这件宝物，并举行了隆重的展览。上面的纹样对专家也同样陌生，但从这件冕冠的来源推测，可能是水手自东印度掠夺的，或者是当地恶魔信仰的礼器。确实有这种可能，但缺乏证据。学界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件头饰是马什家族发现的海盗赃物，而且马什家族一直以来都在尝试用高价向协会收购这顶冕冠，至今仍未放弃。但如果只是一般的海盗赃物，他们也不必这么费心寻回，还出高价做亏本的生意。我觉得这顶头饰对他们家族肯定有超出金钱外的价值。是的，如果抛开学术身份，我个人也有和你一样的怀疑，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些有关恶魔传闻绝非子虚乌有。愿闻其详。那是大约1个世纪前，余训不景气的时候，一个名叫大滚密教的东方邪教跟着远洋航船流入了印斯茅斯。偏偏此时幼稚的鱼群突然回归，于是这个低劣的邪教便在镇民的心中扎根，并且变成了印斯茅斯镇上最强大的影响力量。如今已经完全取代了共济会，还将旧礼堂占作总部。真是难以置信，一个社群怎能在文明上堕落至此？对虔诚的蒂尔顿小姐来说，这些就足够让她对那个破败荒凉的小镇敬而远之了。但对我而言，那天的见闻，那顶冕饰，都强烈地燃起了我的好奇与冒险之心。在青年会狭小的房间里，我因兴奋难以入眠，而当我闭上双眼，那顶诡异的冕冠也会出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那它现在还保存在纽波里波特吗？我想，大概已经被政府收走了吧。那能否请您为读者们描述一下这件首饰的具体纹样？到底是什么元素能这么吸引您的注意？我很难用语言为你形容出它的美丽。它侧身的浮雕，有些纯粹是几何图案，有些则明显与海洋有关。得益于它特殊的材质，光线似乎被它的曲面所捕捉，在表面流动成一条条彩虹色的条带。当你注视刻线的焦点，立马就会感受到一种不平衡的眩晕，好像时空从那个点延伸开去，通往遥远的未知。那种雕刻风格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种族或者流派，也并非刻意反叛的前卫之作。
雕刻它的技法早已成型，极为成熟，堪称完美。完美的，甚至像来自另一颗星球，完美的让人不安。不安？起初，我以为我的不安来自于那种不像是人类的工艺，但我很快发现，真正的诡异之处在于那种奇妙花纹描绘的图案本身。那些浮雕刻画出了某种奇异的骇人恶兽，某种带有鱼类和两栖类特质的混合体。在与那顶免冠的短暂接触里，我只是在一瞬间，在复杂的图案中认出了它们的佝偻身影，就再也忘不掉了。就好像它们唤醒了我体内保存在深眠细胞和组织里祖先的记忆。在那之后，它们有时会在我幻想时出现。这些毒神的造物，每一处的身体轮廓都满溢着非人类的邪恶，但那种美……你慢点说。就这样，我在青年会的房间里度过了那个难熬的夜晚。到了第二天上午，我拎着我的皮箱来到旧贸易广场的药店前。随着班车到达时间的临近，我注意到近侧的路人不是沿街走向别处，就是钻进广场另一侧的餐厅。看起来售票员所言非虚，当地人的确非常厌恶印斯茅斯人。没过多久，一辆极为破旧肮脏的灰色小公共汽车叮叮哐哐地驶过来。挡风玻璃上的模糊标牌证实了我的猜想，这就是我要找的车。车上只有3名乘客，全都是皮肤黝黑、衣冠不整的男人，而且他们表情阴郁。汽车停稳后，他们笨拙且蹒跚着下车，沿街走远，司机也跟着下车，走进药房买东西。我望向他蹒跚的背影时，一股厌恶的情绪油然而生，没有来由，完全不受控制。我突然明白，当地人不愿乘坐这个男人驾驶的汽车，远离他同胞的住所，都是自然而然的反应。那您能向读者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司机的样貌吗？如果您还有印象的话。当然，前往印斯茅斯小镇那几日的恐怖回忆，我此生都不会忘记。他走出药店的时候，我更仔细地打量他。他体型消瘦，肩部高耸，身高将近6英尺，穿着破旧的蓝色便服，戴着开线的灰色高尔夫帽。单看面容的话，大约35岁上下，但他颈部两侧长着的骨外皱纹让他看上去老了很多。他的面部非常不规则，鼻梁扁平，前额和下巴则古怪地向后缩着，像是发育不良的样子。和售票员说的一样，最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是他的眼睛，水汪汪地向外凸着，茫然无神，但又感觉他在用最邪恶的目光打量着你。这就是印斯茅斯镇民常有的那种遗传病？是的，我心里给这种性状起了个名字，叫印斯茅斯脸。此外，他浑身还散发着油腻的鱼腥气，极像是一条从海里打捞上来已久的烂鱼，很是配他那张脸。我无从判断他身上的异族血统究竟来源何处，但我肯定他那种怪异的样貌不来自亚洲、波利尼西亚、地中海或者非洲的任何地方。对了，我忘了说，明明手臂和小腿都相对瘦弱，他的手脚却大得出奇。硬要说的话，像是鸭子的脚掌，
甚至他整个人对我来说都像是各种动物的缝合，是一个生物学上的退化样本。这真是闻所未闻呐！是只有乔·萨金特如此，还是印斯茅斯人都或多或少，像您说的，看起来像是在生物学上退化了？至少那辆车上的几个本地人都带有明显的退化痕迹，不合比例的手脚让他们步履蹒跚。但就算我心里再厌恶，到了发车时间，还是努力咽下了那股不安，跟着上了车。嘿，去印斯茅斯。随着车辆猛地一抖，破旧的汽车终于启动，拖着一团尾气，叮叮哐哐地驶过斯特德街古老的红砖建筑物，拐上高街，再慢慢驶过合众国早期庄严的古老宅邸和更古老的殖民地时期农庄，又经过低谷绿地和公园，最后沿着海边公路穿越枯乏贫瘠的海岸乡村。路面渐陡，汽车晃动着爬上山坡。奥姆斯特德看着远方车辙累累的路面与天空相接，心中泛起一种怪异且不安的感觉，就好像公共汽车会一直向上爬升，离开正常的世界，融化于未知的上层大气和神秘天空里。终于，汽车到达了坡顶，远方河谷蜿蜒伸展，通往海雾迷蒙的大海，而脚下更近处，一个铅灰色苍凉的小镇，正静静地躺卧在马努克塞特河的两侧。那便是被船雾阴影笼罩着的印斯茅斯。